日本斜塔八珙一宇镇魂塔基座镇压着238块来自中国各地的神石，妄图镇压中国国运，让我们永远无法翻身，而且至今未被拆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还记得日本东京奥运开幕式表演吗？很多人觉得惊悚和恐怖，但这其实就是日本独有的鬼神文化传承。日本是一个非常信鬼神的国家，各地分布着大大小小8万多座神社，专门用于祭祀鬼神。他们认为，通过对鬼神的祭祀，可以获得鬼神之力，达成心中所愿。正是因此，日本才会在2战期间建造臭名昭著的八珙一宇镇魂塔，妄图通过这座邪恶之塔镇压中国和东亚诸国，达成其一统东亚的野心。据说这座邪恶之塔镇压着中国各地的著名神石，比如泰山石、中山陵石、庐山石、老君山石、长城石等，共计238块石头。他们相信通过镇压这些神石，可以让中国永远不能翻身。我国数次谴责日本这一行为，但日本方面却置若罔闻。这八珙一宇塔到底还有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？说起日本的八珙一宇塔，其实还要从中国古代开始说起。在战国时期，中国儒家文化中出现了大同的概念，意思是天下一家，而八珙一宇则是大同概念的另一种说法。这在《列子·汤问》中有相应的记载。后来曹植的作品《大蜀赋》中也提到，壮黄居之归尾兮，不八珙而为宇，意思是扩大国家的范围。后来中华文化随着佛教东渡开始在日本传播，八珙一宇这个词也被日本创造并应用起来，意思是道义上的大一统。随后在侵华战争和2战时期，日本作为侵略者，需要给自己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号，八珙一宇因此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格言，和他们口中的大东亚共荣圈意思相近，但更有格调。后来日本战败，由于八珙一宇和日本军国主义神道信仰有密切联系，这一词汇也在同盟国的压力之下开始被官方禁止使用。所以八珙一宇这个词就是日本2战期间为证明侵略行为正义性所喊出的口号，这绝对是对2战受害国最大的伤害。日本的八珙一宇塔将这种伤害加倍呈现，更是日本邪恶野心的罪证。其实这座塔的修建并非在战争之初，而是在1940年日本侵华战争久攻不下之后才开始兴建。最开始日本提出3个月灭亡中国，不只是他们的狂妄口号，也是他们的目标。因为日本知道时间拖得越久，对日本越不利，毕竟日本是一个资源十分贫瘠的国家，根本无法支撑持久战争。然而到1940年，日本距离灭亡中国的目标还差了10万8千里，这让他们非常丧气。所以为了提振士气，日本决定修建八珙一宇塔，并妄图通过鬼神之力将中国彻底镇压。尤其讽刺的是，修建这座邪恶之塔有1半的资金都是来自日本民众的自发捐款。日本镇魂塔压着中国238块神石，让日本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。这到底是什么鬼神邪术？又是如何被打脸的？日本在侵华战争时，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令他们的野心难以为继。日本国力虽强，却也开始难以为继。为了鼓舞日军士气，日本决定借助鬼神之力来镇压中国。于是在1940年，日本开始筹建八珙一宇塔，斜塔选址为宫崎县平和台公园。之所以选择在这里，是因为此地是天皇家族的出生地，更容易借助鬼神的力量。同时在修建塔身的时候，也全部采用宫崎县的石料，象征着日本国民。而塔身之下的塔基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神石。当时日本除了侵略中国，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也发动了侵略行动，而他们每占领一处，都会从当地名胜或者遗迹中攫取1块神石，并将其送回日本。他们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用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神石做塔基，象征日本全体国民的塔身则压在世界各国的神石之上。这意味着日本将碾压世界各国，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。据统计，在八珙一宇塔所镇压的神石中，一共有300多块石头，123块来自朝鲜半岛，1块来自库页岛，还有一些来自加拿大、秘鲁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。由此可见，日本的野心不只是亚洲，一旦他们实现目标，他们接下来就会染指全球。当然，在所有神石中，最多的还是来自中国，足足有238块。这238块神石，每一块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。比如日本水野部队盗掘的泰山石，泰山是我国5岳之首，是历代帝王封禅之地。泰山石被日本斜塔压在下面，可见其用心之毒。
武，比如日本多田部队盗掘的长城石，万里长城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，是世界8大人工奇迹之一。而日本将长城石也镇压在塔下，其险恶用心不言而喻。另外，还有日本华中派遣军盗掘的中山陵石，这是革命先驱孙中山的陵墓，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象征。而日本直接将中山陵石头压在塔下，意味着他们将彻底击败国民政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黄鹤楼石、庐山石、孝陵石等等200多块极具历史意义的石头。这些石头被日本本地石头压在身下，就是日本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下的险恶诅咒，就是要让这些国家永远不能翻身。另在八珩一塔的周身还雕刻着4尊画像，代表了日本武士、工人、渔夫、农民4个阶层。日本人认为，即便是最底层的人，也要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。日本原本是想用这座邪恶之塔提振日军士气，打击他国气运，然而他们所求的鬼神也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，最终在各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下，落得个一败涂地的下场。尤其是在八珩一鱼塔建成后，他们并没有得到鬼神的照顾，反而是节节败退，最终在1945年彻底投降。那么，既然日本已经投降，这座象征着侵略和邪恶的八珩一鱼塔为何没有被拆除呢？日本镇魂塔八珩一鱼塔塔积压着238块来自中国的石头，暗语镇压国运。最古怪的是，这座塔至今没有拆除，而且日本人还悄悄将它恢复了原来的样貌。他们是何居心？日本战败之后，八珩一鱼塔因为象征着日本侵略野心，是军国主义的代表，也被盟军勒令销毁。然而，日本军国主义虽然战败，但他们内心深处并不承认失败，更不想把象征日本天皇的八珩一鱼塔拆除。但当时他们根本无力反抗盟军的决定，于是日本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他们将八珩一鱼塔的文字和塔上象征着武士的画像削去，并将这座塔改名为和平之塔。虽然这样表面上看，日本是选择了臣服，但塔下来自各国的神石依然被日本镇压，这一结果依然难以让人接受。不过当时的同盟国不知是不清楚缘由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，并没有对八珩一鱼塔做进一步的研究，这给了这邪恶之塔死而复生的机会。在1962年，日本经济开始迅速复苏，而在冷战的大背景下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密，套在日本脖子上的链子也开始松懈起来。于是在这一年，日本恢复了八珩一鱼塔上日本武士的画像，这当然只是第一步。1964年，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，而圣火的接力点就选在了象征日本2战罪行的八珩一鱼塔旁，这是对2战胜利果实赤裸裸的挑衅。但因为美国的关系，反对的声音被压了下去。有了这次纵容，日本的胆子更大了。到1965年，日本将八珩一鱼的名字又重新雕刻到塔身之上，这座邪恶之塔又恢复成了2战时期的模样。面对日本的这一做法，很多2战时期的受害国站出来抗议，但日本却表示，这座塔依然叫和平之塔，恢复八珩一鱼和画像只不过是尊重历史，而且八珩一鱼代表世界大同，并不是什么邪恶的词汇，因此日本直接无视了受害国的要求。虽然这座魔塔的名字叫和平之塔，但是塔下那些来自各国的基石还是让人难以释怀。虽然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但这些石头代表的那些历史创痛是真实存在的。刻意将2战的伤痛象征复原，其背后的用意到底是什么，估计只有他们自己清楚。不过这座塔的存在倒是有一个积极的意义，作为那段历史的罪恶遗产，八珩一鱼塔将成为侵略者丑恶野心的证据，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看到这里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